各位健康永驻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佑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直接问大家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请您在心里仔细算一算，您的劳保年资已经稳稳地缴满25年了吗？最近，我专门去拜访了一位在劳保体系内服务了超过30年的前辈，他经手处理过的退休金案例可能比我们看过的文件还要多。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一个绝大多数上班族根本不知道的计算地雷。他再三强调，在现行劳保年金看似复杂的规则里，25年是一道直接决定你晚年生活质量的隐形分水岭。你的年资是已经安全跨过了这道线，还是正在这条线上危险的徘徊？这直接关系到你未来每个月领到的退休金是能够安享晚年，还是捉襟见肘。他甚至用非常直白的语气对我说，根据他过去亲眼所见的无数真实个案，有时候你的劳保年资仅仅因为少了那么短短几个月，甚至几天，就可能导致你未来几十年每个月领到的退休金，终身都要被打上一个残酷的7折，甚至更低的折扣。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隐藏在冰冷计算公式下的现实。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今天，佑丽就要把这位资深内行人的郑重警告，以及这个攸关我们每个人退休荷包的重大秘密，一层一层的剥开来，彻底为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如果你想要牢牢守住自己奋斗大半辈子应得的退休金，请先按下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攸关你重大权益的关键资讯。在为大家细细计算这笔影响深远的账目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扎根一个最基本，但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观念，那就是在劳保年金的世界里，为什么25年这个数字会比15年这个请领门槛更为关键，更值得我们警惕。首先，我们一定要共同破除一个非常普遍且危险的迷思。我们很多人都以为劳保老年年金只要累计缴满15年，等到法定年龄就可以安心退休，按月领钱了。佑丽要非常认真地告诉大家，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小半，它只解决了有没有资格领的问题，但完全没有触及到底能领到多少这个更核心的问题，因为能领和领得够完全是天差地别的两件事。在劳保年金的计算公式当中，藏着一个决定金额高低的心脏，这个心脏就叫做平均月投保薪资。你的年资决定了你能领多久的资格，而这个平均月投保薪资才真正决定了你每一口饭的质量。为了让所有朋友都能秒懂，我用一个最生活化的比喻来解释。你可以把政府想象成一位会计，他在计算你未来几十年每个月该领多少退休俸禄的时候，并不是看你退休前最后1个月或最后1年的薪水有多高，那样太容易失真了。他的方法是翻遍你整个职业生涯的薪资账本，找出你收入最风光、最高的那一段时期，取这期间的平均值来作为计算基准。这个计算出来的平均值越高，你未来每个月赖以生活的活水自然也就越充沛。那么最核心的问题就来了，这位会计到底是怎么选取你收入最风光时期的呢？依据我们现行劳工保险条例白纸黑字的规定，计算平均月投保薪资的标准是采集你在整个加保期间所有月投保薪资里最高的那60个月来算平均数。请你特别注意，这60个月也就是整整5年，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有问题的风暴眼，是所有计算差异的起源地。为什么这60个月如此生死攸关呢？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劳保年资还没有稳稳累积满25年的时候，就因为公司经营不善倒闭、被裁员或工厂外移等非自愿的原因失去了工作，并且依法去申请了失业给付，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在你领取失业给付的这段空窗期，你的劳保投保状态是会被暂时中断的。这个中断就像一个隐藏在时间线里的裂缝，可能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长期后果，那就是等你之后找到新工作，重新开始投保时，你新工作的薪资可能会因为这次中断导致计算期间被重新切割，而无法被你人生中薪水最高的那黄金60个月完整的吸纳进去。这种情况就会大幅的且永久性的拉低你未来计算退休金的那个基准，平均月投保薪资。更不用说，现实中还有超过300万劳工因为投保薪资上限长达8年未调整，而处于高薪低报的状态。这从源头上就限制了平均薪资的成长空间。讲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还是觉得有点抽象，心里在想，佑丽啊，你说的这个拉低到底能差多少呢？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别着急，接下来佑丽就要实际扮演这位会计，
用2个活生生的例子来算一笔明摆账，让大家亲眼看看，年资上差一点，落实到每个月的饭桌上，到底会差多少。我们来设定2位情境人物，他们都是我们身边可能存在的同事、朋友，甚至是未来的自己。第一位是陈大哥，陈大哥是一位职业生涯比较平稳的上班族，他非常幸运，劳保年资从头到尾没有大的波折，稳稳地累积满了25年整。他在65岁的时候功成身退，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薪水最高的那5年，也就是计算退休金所采计的60个月，他的平均月投保薪资达到了劳保目前最高的投保级别，也就是每月45,800元。第二位是林先生。林先生的职场路就比较坎坷一点，他的劳保年资累积到了24年又10个月，就差那么2个月才满25年。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服务了多年的公司因为行业不景气而关门大吉，他被迫非自愿离职。这次不凑巧的中断，恰好发生在他职业生涯薪资的巅峰期附近，导致他最高薪资60个月的计算区间被拦腰截断，一些高薪月份因为中断而被排除在计算外。经过重新平均后，他用来计算退休金的平均月投保薪资被大幅度的拉低到了只有32.0元。现在残酷的对比来了，我们来分别计算一下恪守本分的陈大哥和时运不济的林先生，他们2人从65岁退休开始，每个月能领到的退休金到底会有多么惊人的差距。我们先来看幸运的陈大哥，因为他的职业生涯连贯，平均月投保薪资完整的采集到了他人生收入最辉煌的时期，所以他每月退休金的计算公式非常简单，45,800元乘他的总年资25年乘劳保年金固定的给付率 1.55%， 让我们按一下计算器，45,800乘25乘 0.0155 等于17,747.5元。4舍5入，陈大哥每个月可以稳稳领取到17,748元的老年年金。接着我们来看让人揪心的林先生，就因为在接近终点线前的那一次颠簸，导致他的平均薪资计算基数受到了重挫，他每个月可以领到的金额就变成了32.0元乘他的总年资约 24.83 年，因为未满1年部分按比例计算成 1.55%， 我们来算算32,000乘 24.83 乘 0.0155 约等于12,317元。林先生每个月只能领取到大约12,317元。各位健康永驻的好朋友，请你务必仔细的、反复的看这2个数字，一个是17,748元，另一个是12,317元，后者仅仅大约是前者的 69.4%。这就是佑利在标题里所说的，你的退休金可能会因此而终身被打7折的血淋淋的数学真相。林先生每个月硬生生比陈大哥少了超过5,400元的退休金，1年下来就少了将近65000块。如果他们2人都同样健康生活到85岁，那么在退休后的这整整20年里，林先生总共会比陈大哥少领超过130万元，而这笔足以改变晚年生活质量的巨款，很可能就是因为当初年资计算上那一点点看似不起眼，觉得差不多就算了的差异所造成的。选择月领年金，其长期累积的总额往往比一次领取更为可观。因此每个月基数的微小差异，在20-30年的漫长时间里会被放大成一个天文数字。听完了这个残酷的数字真相，相信大家心里都会感到一阵凉意和焦虑。我们辛勤工作一辈子，谁愿意在最后的收获季节，因为一个早年的疏忽而承受这么大的损失呢？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接下来佑利就要为大家奉上完整的自救3步骤，只要你耐心跟着做，就能为自己的退休金账户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火墙。第一步，也是绝对不能再拖延的一步，就是立刻动手查询并精准掌握你自己的劳保年资明细，知道自己的兵力和阵地在哪里，是打赢这场退休金保卫战的前提。查询的方式在数字化今天已经非常方便，完全不用跑腿。你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或健保卡卡号加户号，直接登录劳保局的全球资讯网，在易化服务系统里查询。你也可以在智能手机上下载劳保局行动服务 APP， 完成绑定后就能随时随地用手机查看。或者你还可以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到各地劳保局的办事柜台临柜查询，会有专人服务。但佑利要特别强烈提醒你，这一次查询你绝不能只看劳保局给你的一行总年资数字，那就像只看体检报告的总评分，却不知道具体哪里有问题。
你一定要向劳保局申请一份完整的劳保投保资料明细及异动明细。这份明细就像你的职场生涯病历本，上面会清晰记录你从第一份工作到现在，每一次加保、退保、投保薪资调整以及中断的确切时间点。只有拿到这份病历本，你才能进行真正的诊断。当你顺利拿到了这份珍贵的明细表之后，我们就进入了第二步，坐下来，冷静地盘点你自己的黄金薪资区间。请你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摊开这份明细，结合自己的人生回忆，仔细地回想一下，你这一辈子薪水领得最高，事业最顺风顺水的那段黄金时期，大概是落在哪几年？是30到40岁之间，还是40到50岁之间？然后，请你拿出荧光笔，在你的明细表上仔细核对，在那几年黄金岁月里，你的劳保投保记录有没有因为换工作、公司倒闭或者任何其他原因，出现过哪怕1个月的中断或空白期。你要重点检查这段高薪期是否被完整的、连续的记录在案，同时也要核对一下公司当时为你投保的薪资级别是否与你实际的工资水平相符，警惕高薪低报的问题，因为这也直接压低了你的平均基数。完成以上2步深入的自我体检之后，我们就来到了最关键的第3步，根据你的诊断结果，在退休之前进行最后的全力冲刺或紧急补救。这里主要分为2种情况，请对号入座。第一种情况是，如果你现在人还在职场，尚未退休，并且通过自查发现，你的年资已经非常接近25年这个生死门槛，比如说你已经累积了22年到24年半，那么佑丽真的要恭喜你，你现在知晓这个秘密，就是你人生中一笔巨大的、可逆转未来的财富。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合法、合理的办法，确保在你正式提出退休申请之前，你的劳保投保状态绝对不能发生任何非必要的中断。你的目标非常清晰，就是稳稳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把年资安全的累积跨过25年这道线。万一不幸，你所在的公司真的撑不下去倒闭了，请不要慌张，更不要就此让劳保停摆。你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寻找与你职业相关的职业工会，申请加保，通过工会来继续累积你的劳保年资，保住这根重要的连续线。记住，你的年资是你自己的资产，公司只是代缴单位，资产的管理权在你手上。第二种情况是，如果你现在已经离职，暂时没有工作，但还没有达到法定的退休金请领年龄，请注意，法定年龄也在渐进式延迟。那么，请你仔细检视自己是否符合国民年金的纳保资格。虽然国民年金的保障内容和计算方式与劳保不同，但让它加入你的社保记录，就如同为你晚年的保障网络多织上一条安全绳，既能提供基本的老年年金保障，也能让你的社会保险记录不至于出现长期的恶性的断层。这是一种重要的风险分散策略。节目的最后，佑丽想再次为大家梳理一下今天这沉甸甸的核心。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通过这位前劳保资深官员的警告和我们一起算清的这笔账，你都完全听懂，并且刻在心里了吗？25年这个数字，它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长度，它更是一把钥匙，直接决定了你未来退休金计算公式里那个最重要的基数，你的平均月投保薪资是否有权利去采集到你人生中最辉煌、收入最高的那5年时光。所有的魔鬼都隐藏在这些我们平常懒得去深究，觉得反正到时候政府会算的计算细节里面。劳保、劳退旧制与新制的规则确实交织复杂，但关系到我们晚年尊严的退休金，每一分每一毫都绝不能因为我们的无知而被算错、被低估。我们自己多一分的了解与主动核查，就是为我们自己的晚年生活多争取一分的安宁与保障。如果你觉得今天佑丽分享的这个资讯对你以及你身边所有正在为退休做准备或即将退休的亲朋好友至关重要，佑丽诚恳地请求你务必将这个影片分享出去，点醒更多人。或许你的一次转发就能帮一位长辈、一位同事避免未来100万的损失。我是佑丽，你的养老权益守护者。如果你想持续收到更多像这样能帮你穿透迷雾、守住退休金的独家深度解析，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健康永驻，并且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让我们用知识武装自己，共同迎接一个安心、富足的晚年。再次衷心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